中国中老年文艺汇演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展演的时候，发生了事情。由于主办方虚假承诺不兑现，现场有很多的演出团体对这个现象提出了指责，纷纷要求把他们每个人交的2000块钱会务费给退还。像共和国伎俩盛世中华这类拉大旗做虎皮的颁奖活动。那么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这种闹剧年年都上演，这种骗局年年都有，可是为什么年年都有人上当呢？这次主办方是所谓的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他们举办这个中国中老年文艺汇演呢，说是要在人民大会堂最后进行展演，然后呢是这个相关的领导人要出来接见大家，而且呢演出前后呢还要带着这些外地人呢到北京的什么颐和园天安门广场等等地方去玩。可是最后这些呢大多数都没有兑现，所以才引发了现场这种混乱。退钱！2012年12月1日下午2点，戴成带领他的常州合唱团走进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时，就听到这样的喊声。宴会厅原本计划举行盛世欢歌汇演的颁奖典礼。2012年11月29日，全国数十支中老年文艺演出团队收到邀请抵达北京，主办方告知他们将于2012年12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万人礼堂内举办颁奖演出，还宣称有文化部的领导出席观看。同时，组织者向每人收取2000元的参赛费用。按照他们的说法，这2000元参赛费包括3天的食宿以及在北京旅游的费用。可一些参赛的老人说，他们连续多日吃不饱饭，住的地方也没有暖气，从清晨5点等到午后也不见导游出现。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数千老人感觉被骗，纷纷向主办方讨要说法，说要退还会务费。我们看这个经过呢，一点都不复杂，一理就理顺了，和我们以前说过的一些在北京举行的类似的活动非常像。有一点值得大家深思，就是你发现这种事情动辄就盛世什么什么，中华什么什么，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心目当中那种政治神秘感和政治崇拜。就你比方说你在家里正坐着呢，突然电话响了一看手机电话显示010北京打来的，说某某我们部委要组建什么什么，要搞什么什么活动，你心里首先就肃然起敬，北京来的。我小的时候那阵我们记得顺口溜都是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叫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你看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那北京来电话就不一般。所以这种事情呢，我们说北京国家的首都，各个部委都在这儿，所以这个地方一说什么，给人感觉那种正宗权威那么这一次也不例外，他这场闹剧的出发点是由文化部的艺术服务中心他来举办的，而且他拽上所谓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等等这些机构，对外自称是文化部。其实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警惕，所谓的各个协会，无论它叫多么大名头，又中国又中华前面又什么什么部委，你记住，协会和各个部委的关系它是挂靠的关系。协会在我们规定当中它是民间团体你像有一些什么证监会保监会它甚至就是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可是绝大多数这种协会它是民间团体，它是依附在咱们国家各个部委下面的。这些协会呢，有的是和这些部委并没有直接关系，纯属于挂靠在这部委上进行盈利组织一些活动，而且有的时候部委的人力物力有限，也很难管得那么细。顶着这名头，这些协会出现或者拉赞助或者什么，所以往往你像举办这类活动，大家注意，极少有以哪个部哪个部委为名义直接举办的。现在有很多地方有时候也在做这个事儿，经常把政府哪个部门抬出来，老百姓一看，那这政府部门这还能有假吗？其实不是，它不属于完全的直属管理。
所以我们今后呢，各位朋友，如果你接到北京某个什么什么地方打的电话，说我们是某部委什么协会，往往这个协会跟这部委没那么紧联系。严格意义上来讲，除了每年我们大家熟悉的什么5个1工程啊之类的，是由明确文化部门他来承办的，这带有国家意义、带有鲜明的国家行为指南的方向，对文化的一种指南，这是一般来说由这个部委来承担。但凡是我们听到的什么这个评比那个评比，99%是这些协会牵头。当然有的协会呢，出于这个高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旗，弘扬主流价值观，大多数还是好的，但是也有极个别的协会呢从中牟利，就是以部委的名头，你听着大，然后借这个机会下去连骗带什么的。你这些中老年演员一看文化部，这国家正规部委，这还能有假吗？所以其实不知道这是顶着这个名义，是他下边协会干。2012年12月2日，文化部相关负责人称，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确为该部委下属机构，开展盛世欢歌活动属于这个机构职能范围内的事务，活动并未越权，但该活动并非文化部主办。针对参演演员在人民大会堂讨说法的事情，该负责人透露，事发当晚，文化部即派出负责人前往解决纠纷。12月3日下午，盛世欢歌中国中老年文艺汇演组委会秘书长刘琴表示，钱都已经退掉了，老人们都已经回去了。当然这次我们看呢，文化部相关的人呢，了解到这个事情之后，赶紧出来斡旋，在调查情况，不要把事态扩大，赶紧赔偿。应该说对于把这场骗局呢最终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赔偿结果，还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首先说呢，这种从北京发起的这样的评奖活动，咱们一定要警惕，很多时候就是下边某个协会，甚至别人冒着这个协会的名，这都有。你包括什么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说这次他的会长盛中国担当组委会主任，一问盛中国人，盛中国说了，盛中国我们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小提琴家。盛中国说了，我这种收费活动我不可能去，我去也是公益的，我根本就没。你看他既然能冒这么一个名人的名字来干这个事儿，他冒协会名字也都可能，冒部委的名字那更不足为奇。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多个心眼儿，不要以为这协会就等同于那部委，因为协会并不是国家机构，它还是民间机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会发现这场闹剧有一个特点，他说在人民大会堂展演，甚至开始承诺说在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大家看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地方？国家最高级的开会的地方啊，那领导人都在这开会，所以很多人觉得这地方能有假吗？这不可能出现骗局啊，所以很多人就信了。结果最后我们看是在人民大会堂，但是不是在万人礼堂，而是在他的宴会厅。人民大会堂也在搞商业运作，也可以出租运营。你看我记得去年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一个活动，就是法律与传媒高峰论坛。这样一个活动呢，也并非国家部委主办的，它是由一间律师事务所主办的，然后探讨法律与传媒之间关系，也可以租用人民大会堂，而且有很多商业行为在这里也有。你比方说某一个企业的年会，或者是产品发布会，再比方说咱大家熟悉郭德纲的相声大会、阿宝的演唱会，都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过。就是人民大会堂也在搞商业开发，我认为这个是与时俱进，非常积极的。为什么呢？你要把这国有资产在这闲置着，这资源就浪费了，它应该被开发起来。当然人民大会堂呢，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国家象征，你不能胡乱的谁来都行，一定要走程序。所以人民大会堂呢，已经进入了一套完整的商业开发程序。当然这个地方难免还是对你产生一种影响，就我们一听什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你觉得这规格高得吓人。所以有很多商家呀，发现了这个其中好处，有时候不惜重金不怕麻烦，要把活动搁到人民大会堂搞，显得自己更有公信力，显得更加权威。这一点呢，咱们可以把话题说开，就是所谓有的商家
有的这个利益集团借助人民大会堂完成自己的一些这种想法那种想法，甚至骗局。近些年来，很多企业乐于在自己的产品上贴上人民大会堂指定特供标签。一瓶几十元的酒贴上这个标签，到了市场能卖到几千元，暴利增100倍。从猪肉、火腿、啤酒、汤圆到毛巾、台布、沙发，以及宣称能治疗老年痴呆症的保健品等等。事实上，早在2008年10月，国家工商总局就发出通知，重申严禁以国家机关名义发布广告。2011年，国家工商总局等4部门启动专项行动，清理整顿部分商品滥用专供、特供专项标志。这个有点类似什么呢？我们现在就经常能听说某个音乐团体啊，或者某个个人呐，那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开演唱会。大伙一听，这可不得了啊！维也纳、奥地利金色大厅，艺术的殿堂，音乐的圣殿，这在那儿开演唱会得多大能耐？那是不是这样呢？很早的时候是这样，你像咱们有几位歌唱家，宋祖英啊、谭静啊，在那都开过个人演唱会，说这是中国顶级的腕儿。但是现在我们说，想在那儿开场演唱会，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为啥呢？给钱就干。因为维也纳金色大厅也有淡季和旺季，它的旺季时候是那样，世界顶尖的艺术团队到这儿来演，往往是人家请来演的，有艺术质量保证。你像俄罗斯的乐团水准很高，交响乐团每年都定期到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它的标志是什么？一个是由维也纳这边请你来，这说明你够腕。第二个是什么呢？来了之后连续演出，你只有做到这2点，你才算世界顶级的腕儿。就像当年3大男高音在这开演唱会一样。咱们呢，迄今为止啊，极少有我们的音乐团队被人家邀请去，咱们却有不少音乐团体和个人投机取巧。过去之后呢，交场租，当然它场租很贵。交了场租之后，我就在这演，说那没人来看不要紧，赠票，把现场撑满了。反正只要在那演了，那就是音乐艺术上个台阶。只要现场有人看了，那就是现场爆满，获得了中外人士的一致好评。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地方乐团，甚至是中小学乐团，也到金色大厅一试身手。然而，当中国演出团体一窝蜂地奔向金色大厅时，维也纳却没有真正掀起中国音乐热。许多演出团体是为国外镀金，国内出名，过多的依赖赠票制造轰动效应的。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淡季演出，一次的总费用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而近几年来，金色大厅针对中国演出团体的要价也越来越高，是外租价格的最高档。金色大厅的镀金成本越来越高，镀金成色却越来越低了。我们现在有相当多的音乐团队就是借助所谓的奥地利维也纳音乐大厅来实现自己脱胎换骨，跟有的人到海外转一圈也没怎么学镀金是一个道理。为什么呢？就是借着维也纳金色大厅拉大旗做虎皮，这个功能就跟我刚才说有些商家利用人民大会堂是完全一个道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什么什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哪儿举办，说这个地方曾经举办过国宴，这开过什么会，那没用，跟他的活动有什么关系？我以前也说过这个，你像鸟巢像这样的地方，阿迪达斯要冠名，我们还考虑说这是中国奥运会神圣的地方，不能让外国商家冠名。我认为商业开发是正常的，里头好多的事需要我们睁开自己的慧眼去甄别。所以我刚才前面这2点，不要以为北京哪部委什么协会举办在人民大会堂，你当时就觉得哎呦高山仰止，高不可攀，没那么神秘。再一，你看这里边还有一点，说某某领导人要来接见大家，很多人都冲这个来的。说那领导人要来，那国家领导人能拿这开玩笑吗？其实你不知道这里头玄机。有的时候，比方说这盛世欢歌这一个活动，
可能只有其中某一个环节会请一个领导人，而这个活动呢，又可能是这个领导人呢直接分管的部分，所以他要来呢视察一下，看一看。而整个活动和这个环节之间不完全是一回事，你不要以为这领导人关注这个活动的一个环节，就是整个活动这些参与人员他都要接见，他完全是偷换概念来骗人，不是那么回事。而且有的是什么呢？往往在职的极少，离退休的多。这些老干部呢，热心于国家的这事那事，有这样的活动他觉得有意义就来。其实有的时候这些离退休老干部对很多事也被蒙在鼓里，他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根本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所以你看所谓的什么部主办，在人民大会堂相关领导人出席，这里边都有很大的水分。2011年7月21日，国际金融报记者通过调查统计发现，从2006年第一届中华脊梁奖评选开始，到2010年第5届止，5年中上当受骗者达到数千人，主办方敛财更是数以千万计，主持人倪萍也被迫卷入其中。在我的生涯当中，没有拿钱去买任何跟我荣誉有关系的事情，那叫不要脸。我坚信阳光就是阳光，黑暗就是黑暗，真的永远假不了，假的永远真不了。2012年3月30日，北京警方查处了一桩名为盛世中华的虚假颁奖活动。调查中，警方获知获奖者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获奖者个人简介可以随便填写，并无任何人审查，奖项也能自己随意挑选，只需要交纳2800元至3万元不等的会费。该活动共虚构了7家主办单位，活动方所称邀请的国家领导人和知名人士颁奖，到会议结束也未能出现。这个以盈利为目的的颁奖典礼被欺骗的人数达到100多人，欺骗的钱款数额巨大。警方以涉嫌诈骗罪对相关人员刑事立案。当然这些东西我们把它梳理一下，你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漏洞。可是你会发现我前面说的，年年都有这样的骗局，年年都有这样的闹剧，年年都有人上当，这是为什么呢？你比方说有的这个可能离权力中心比较远，自己也不是一个很强势的人，这一辈子参加过这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的会，哎呀不得了了，我在人民大会堂我到那演出过，某某领导人接见过我们，这可能是他一生唯一这么一个值得夸耀的荣誉。很多人在这个面前低头了，就觉得我为了这个我也值得去一回，交点钱也行。所以有一些不法分子就借这个机会，利用你这种虚荣心来骗你。而且往往这种活动呢，它都有一个非常宏大叙事的背景。你像盛世欢歌，讴歌我们国家现在蒸蒸日上的景象，一个宏大国家形象，值得每个人去崇拜。他利用这样的东西，但其实是什么呢？完全是商业骗局的，就是借着所谓的讴歌强大的国家的名义，然后呢在底下搞骗局。其实这是一种盛世欢歌式的麻醉。这个现象呢最近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的就指出来，他说了8个字非常有道理，叫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就说你实实在在的咱们干点事儿，这对国家有好处，可是空谈对这国家没好。空谈包括是什么呢？不仅指我们夸夸其谈纸上谈兵，还指着我们搞些没用的。你有这个时间，你解决些现实问题，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好不好？搞这样那样的活动，不仅浪费纳税人钱，其实整个过程也经常是认认真真说假话，扎扎实实走过场。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话一针见血的扎到了这个根上。所以我们看这次所谓盛世欢歌的活动，打着文化部的大旗用着人民大会堂做一种工具，然后以有关领导接见的名义，其实底下干的是商业活动，而且这个商业活动里边许多承诺是虚假的，没有兑现，还构成了一场骗局。所以说这样的闹剧，咱们今后不应该有的同志再上当。
好好琢磨琢磨这里边背后的玄机。所以我说，为什么很多人啊，其实在一定程度来讲，到底他可能意识到这里边有事儿，为什么要交钱，要干嘛，要骗他，但是呢，他被这里边给他带来那种虚假的荣誉所吸引，他自觉自愿去上当。那么这一点来说，我倒认为是这种骗局闹剧之所以存在最重要一个思想原因。今年的元旦小长假呀，这假放的非常怪异，为什么呢？前面12月31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上了一天班，然后1、2、3号3天放假，接下来从4号到11号连上了8天班，把不少上班族都给弄崩溃了。说没连着上过8天班，这哪受得了？那么说这种假期安排它科学不科学呢？我刚才说这个元旦小长假呀，大家诟病比较多的，前面就上了1天班，你说这一天是请假呀还是怎么着啊？还能上得下去班吗？人心惶惶的。后边呢连上了8天班，从4号到11号，这8天班我不说，很多人感到崩溃了，没连续上过这么长时间班都受不了了。那么这个熬过去了，可是有一些网友呢，打开2013年的日历仔细一看，再结合相关休假规定，不由得叫苦连天。为什么呢？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2013年节假日安排，2013年全年29天节日假期中，有18天是挪用周末进行调休，而这样的调整也带来了5个6天或7天的超长工作周。2月份春节休息7天后，紧接着就要连上7天班。4月初清明节假期后，迎来的又是一个连续6天的工作周。5月份的劳动节和6月份的端午节到来之前，上班族都要先连续工作7天，才能享受到3天的小长假。而在9月末的中秋节3天假期过后，9天内要工作8天，才能迎来11黄金周。你看了这个，可能有好多朋友觉得对休假呀，原来抱着很多期待，哎呦，这连着休多少天，这小长假挺好。可你要想想，这个节后或者节前一下子要连着上6、7天班，甚至8天班，您可能就乐不出来了。就像元旦呢，就是挪假挪的。那么这种挪法科学不科学呢？现在几乎我们可以做出这个判断，尽管有的人支持说多休2天搁到一块休挺好，但是它非常不科学。不科学在哪儿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假期之前之后太紧张，就说这个连续工作8天，弄的那个疲劳。再一个，你连着多放这1天，有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可该好好歇歇了，往往吃喝玩乐。有的时候放假比上班还累呢，最后放完假之后上班，造成假期综合症，也工作不下去了，满脑袋还是吃喝玩乐那些事儿呢，反而比平常还要疲劳。这是一个。作为节前来说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赶活，这不眼看要连着放3天吗？得把有的活赶出来。这一点我体会最深。我本人就不爱过年，这不眼看春节要临近吗？把我们做电视人这个节奏就完全给打乱了。你比方说啊，咱们现在很多做电视的一些朋友在北京，但是呢过年要回老家。你要回老家，临到过年了或者临到假期了，都想提前2天回去。那么在这之前，你琢磨琢磨紧张不紧张？你得把这期段的活干出来吧。那过了年之后呢，你回来，咱们说有的节目还要这个录播的节目，你也得年前准备出来。所以每年年前把大伙累得够呛，到年后呢，你还得挺早就得赶回来，然后赶年后的活。你说这个假期放的，说实在，当然有的朋友一听我说讨厌春节什么，你这还让你放假还不高兴。这就是我实在的工作体会，就是由于串休造成的之前之后紧张疲劳影响工作。何况这种挪下的方式，连续上8天班，连续上6天班，严格意义上来说违背劳动法。因为咱们劳动法第38条有明文规定，要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1天。有人说不大礼拜2天吗？咱们劳动法有规定，一般情况下是这样，每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40小时，5、8、40嘛。但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就工作6天，休息1天，保证劳动者能够连续休息24个小时。
所以这是劳动法规定的。那么我们看2013年这8个假期里头，后边都有6天、7天、8天不等的工作日。所以我们说这种挪休不仅造成节前节后工作很紧张，同时呢，它其实也违背法律规定。按道理啊，国家规定的法定双休日就是让大家1年52周，每一周工作都是有节奏的，不能够动不动就打双休日的主意，这是违反我们正常的作息时间，违反人们的生理规律，也违反我们所谓的一张一弛，这样一个我们都平时都约定俗成的这样一个道理。当初是怎么想法制定出来的呢？这是2007年时候，咱们国家发改委组织了一个节假日课题调整研究小组，然后呢，这个小组呢做出了一个最终的决策，然后把它推广到全国。2008年开始，5一黄金周就没有了。每年呢，国庆节放3天，春节放3天，2个3天，再加上元旦、5一、中秋、清明、端午各放1天，6加5。所以咱们节假日，法定节假日总共11天，加上52个大礼拜，52乘2 104，104加上11，咱们一年的假期总共是115天。这是我们整个节假日的规定。那么当初制定这个呢，是为了做到什么呢？就是说像中秋、端午啊这样的传统节日啊，咱们得有休息的一天，体现我们传统文化。其实整体的节假日并没有多大增长，就是东挪西挪。当时国务院做了补充规定，说假如说这个国家法定的节日正好跟假日跟周末撞上了，怎么办呢？就顺延。你比方说清明这一天是周六，那好，休周五、周六、周日3天，在工作日补回1天。要是中秋这天周日，那好，就休周六、周日、周一，把周一这天补回来。本来这是呢临近假日这么做规定，可是后来呢，可能为了拉动假日经济，觉得休2天你不一定愿意出去花钱去，休3天可能就愿意出去了。好，不管这个假日是哪天，都把周六、周日挪过来，跟这个节日凑到一块，凑成3天。出于假日经济的考虑，出于四季旅游拉动旅游的增长这样一个考虑，但是呢，它往往就违背了这个劳逸结合这样一个节奏。所以我倒建议不要说考虑所谓的中秋、端午啊传统什么的，我要怎么样，该哪天休就哪天休。你这一天中秋、端午这些节日已经休了这一天了，它的功能已经尽到了，你何必还把周六周日挪过来呢？除非它挨着周六周日，或者就是周六周日的某一天，这你连休还有道理。其实关于是否该挪假、如何挪假，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观点。清华大学假日改革课题组负责人蔡继明认为，即使挪假，也应该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计算方法，让大家可以自行推算出每年的假期安排，对自己的工作和休息提前规划。我们假日改革课题组呢，也就考虑能不能把我们的每年的放假时间大体上有一个规则，事先呢公布。比如说如果这个节日出现在周3之前，我们就挪用上一周的双休日；如果这个节日出现在周3之后，比如周4、周5，我们就挪用本周的双休日。这个规则确定了之后，公众就可以直接去推算每年的这些节假日该怎么休了。除此之外，如果抛开清明、端午、中秋3个传统节日的休假安排不谈，完全可以效仿国外的放假方式，从而避免挪假带来的麻烦。以美国为例，他们的节日大多按照第几个月的第几周的星期一或星期五来确定，这样一来，节日和假日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长周末。我们设计这个假日改革方案的时候，就考虑到五一节呢，其实就是一个带有纪念性的，不一定非要放在5月1日，是不是也可以借鉴美国这种做法？我们可以放在5月的
第一个星期一啊，这也比较好记，还是5·1是吧？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但是不一定是5月1日。这样一来呢，5月的这个劳动节也可以自然形成一个长周末。那么这时候有的专家提出来了，说其实啊，挪到哪天也无所谓，有解决办法。咱有带薪休假呢，这不2008年以后，这个带薪休假制度正式确定了。带薪休假就是什么呢？比方你参加工作1年到10年了，满1年到10年之间，每年可以有5天休假，10年到20年有10天，20年工作以上15天休假。说你现在就算你刚参加工作，就1年有5天休假，你这5天和其他这个小长假、大假往一块一拼，你前后再利用这年假多休一会儿，一下能拼凑出很长的假期，你也不用感觉之前忙到之后忙到疲劳，用不着了。说这个什么意思呢？我光这说不行，咱们有很多聪明的网友啊，结合2013年放假这些天数，再加上5天的带薪休假，有的网友就给你琢磨出什么时候该怎么休，你能感觉最舒服。咱们下边这样一起看看网友们的智慧。有网友支招，如果您1年可以享受5个带薪休假日，那么就可以利用这5天，结合今年的放假安排，巧妙拼凑出2个长假。首先4月1日到3日申请3天年假，这样加上周末和清明假期，便可以凑出3月30日至4月6日的8天长假。剩下的2天年假用在6月13日、14日2天，加上周末和端午假期，就可以从6月10日一直休息到16日。如果您觉得这样的假期还不够长，也可以一次性在春节假期前后把5天年假用光，这样就可以享受到一个长达14天的超长假期了。这个片子看完，你可能就觉得，哎呀，这要这么说可挺好。可是也有很多人看到这儿忍不住，你还说带薪休假那5天呢？我从来都没休过那个。我们就没有年假，我们没年假，我要加班呢，所以就没有年假。其实这个现象非常广泛，有的知道带薪休假是怎么回事，从来没休过；有的是不能休，有的是不敢休。为什么呢？咱们现在找工作挺难的，咱们都知道大学毕业生那么多啊，找不着工作特别多。就说工作这块是买方市场，用人单位能用你不错了。你说你还要求刚工作2年带薪休假，我要走，可能这单位领导一来，那你走吧，你也别回来了，你休假休你的，你敢去吗？你不一定敢去。再有一个，在工作岗位上呢，你不想上进吗？你或者想多挣点钱，或者想提职，你说你这样一休假，很多事都耽误了，上头不一定多高兴。所以有的人是不敢休，有的人是不能休。再一个，从经济账上不合算。带薪休假这个薪是什么？你看咱们现在有规定说节假日你上班给你300%工资，这个薪指什么呢？指工资。咱们不少单位都这样，分成基本工资跟奖金绩效。我们都知道基本工资没多少钱，一个月1-2千块钱，2-3千块钱，可是奖金那头是大头啊。你带薪休假是你休去吧，给你薪水，可给的是基本工资，你奖金啥绩效可没了。咱们每个月现在谁不想多挣俩钱啊，把日子改善改善，我这一休假可能好拿个基本工资，所以算经济账上它也不合适。再有一个，国家规定的5天、10天、15天的带薪休年假这个制度，只是对国企呀、机关呐、事业单位呀有约束力，那些私企基本上不听。你说让我带薪休假，那得看老板，得看领导的脸色行事。而且有的行当压根就谈不上什么带薪休假，你像出租车花份钱，一天眼睛一睁就欠上200-300块钱，他敢休假吗？休一天的钱你给啊。那么有的人说，既然政府规定带薪休假，哪个单位不给休就收拾哪个单位，就罚款。假如说因为这个领导不赏识你，告他。你要这么想，就把这事想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咱们世界500强，中国有一家企业，也是中国500强里头民企排第1的华为，电信通信供应商。这华为挺了不起，在世界上是世界500强里头唯一一个还没上市的公司。华为呢，2010年他让下边的员工啊
签个协议，叫奋斗者协议，把员工分成两类，一类叫工作者，一类叫奋斗者。说有什么区别呢？我自愿申请加入公司的奋斗者，自愿放弃所有带薪年休假，自愿进行非指令性加班，自愿放弃产假、陪产假和婚假。这是2010年瞭望东方周刊报道的有关华为公司员工签署奋斗者协议的内容。据介绍，该协议把公司员工分为奋斗者和劳动者两种类型。奋斗者在自愿放弃年休假等假期权利后，便能得到公司年终奖、股票分红、升迁、调薪等优厚待遇，而劳动者可以享有如上假期，但公司相关待遇则会取消。有人说谁签的？你别忘了后头还有一招，你要成为奋斗者的话，华为给你的待遇就不一样，年终奖啊、分红啊，包括给股份。这可不是华为忽悠人，他现在的老板任正非占华为的股份比例非常非常小，大概也就几%这样，剩下那些股份呢，他真就奖励给不少员工。所以这个奋斗者协议往下一推呢，绝大多数华为的职工都拥护这个。好，我们愿意这个，为啥呢？他放弃这些成为奋斗者，回头分红、年终奖啊，还是成为小股东啊，他真有这样的机会，真得好处了。可是为什么获得如此员工的拥护呢？就是他确实有利益交换，而且很多员工确实想挣钱，他自愿意放弃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说带薪休假推行非常难？就是很多人自愿意放弃这个。那么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是绝对发达，人均的收入没这么高。我想获得更多的财富怎么办？我就得多付出劳动时间。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带薪休假，一切都成为很奢侈的了。所以很多人我愿意不休假，我上班我挣这钱。这就有点类似上个世纪60、70年代日本人那种疯狂的工作方式，也不基本都不休假。所以我说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在眼下局部地区缺乏执行的土壤， GDP 和人均 GDP 都上来了，我想带薪休假呢，它就会自上而下无比顺畅的能够推行下去。到那个时候我们一年拥有更多属于自主的自我的假期了，我的假期我能做主了，那么像休小长假这样前后比较紧的这样纠结的方式有可能就走向了终结。